你拿刚才那是什么 iPhone 啊？啊，那是一老人设计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都不是年轻人设计的。姜文说的这个老头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刚刚55岁的乔纳森·艾弗。1970年，工业计算机霸主 IBM 决定在其新推出的 System 370 Model 145大型机上使用半导体代替磁芯作为存储单元，半导体存储市场爆发。在二战后，美国20多年的技术扶持下，日本走上了芯片牌桌，与北美争夺高端制造业市场份额。广场协议签订的10年前，日本举全国之力投入芯片产业。1976年，合并日立、富士通、东芝、三菱、日本电器5家最强的电子公司研发力量，执行 DRAM 制法革新国家项目。在大型机芯片领域，相继推出良品率极高的 64K、1兆、4兆内存条，硬是将英特尔打到了垂死边缘。时任英特尔 CEO， 也是企业管理学著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作者格鲁夫，决定破釜沉舟，再偏执一把，放弃大型机芯片市场，all in微型机。在基于日本客户不结尾款拿芯片抵债的外包产物4004微处理器的基础上，英特尔经历4年研发，推出了第3代处理器8080。一个叫罗伯茨的计算机爱好者，在一个倒闭的餐馆改造的工作室里，把8080安装在了全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 Altair 8800上。然而这台计算机只能用2进制拨片开关进行编程，就商业化而言就是个程序员的玩具。直到第2年，一个19岁的小伙子联系上了罗伯茨，把 Basic 语言移植进了 Altair 8800，让他拥有了软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生产工具。看着这台微型计算机运作了起来，这个叫做比尔盖茨的小伙子高兴得头晕脑胀。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他开启了消费类数码产品时代。随后的25年里，微软、IBM、康柏、戴尔、Sony和苹果群雄混战在个人 PC 市场，而苹果凭借 Apple II 产品的设计，更是定义了家用电脑的标准样式和软件生态，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几乎成为了家用电脑的代名词。1980年，苹果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500强企业。但随着公司规模化的运作和早期几个天才创始人的离开，乔布斯的极致理念和公司的架构不相容，斗争失败后， CEO 已交给了本应卖一辈子百事可乐的约翰斯考利，苹果开始了他的迷茫期。1995年，微软推出廉价的 Windows 95电脑，在图形化界面和 IE 浏览器的加持下，微软在苹果擅长的用户体验战场战胜了苹果，取得了软件生态决定性的胜利，极大的抢占了个人电脑的市场份额。而此时，辞退乔布斯10年之久的苹果，可以说已经是另外一家公司了。工程师重新掌握了公司产品的定义权，民主且低效的决策，折中粗糙的产品定位，让苹果在1996年1年损失了10亿美刀。这个红极一时的科技独角兽公司，现金流只能支撑3个月。苹果走到了它的至暗时刻。终于，决策层意识到了西装领结的职业经理人角色并不适合这个始于极端天才和疯子的公司，他们需要一个偏执创新、能鞭策强干的船员去发现危险却富饶的新大陆的海盗头子。于是，海盗头子乔布斯回来了，在历经 Next 的失败，烧光了苹果股权回报，又成功孵化创作《玩具总动员》的皮克斯，赚回10亿美金，学会了该强势强势，该闭嘴闭嘴的乔布斯回来了。回到苹果，乔布斯立即开展变革，做了对今后影响极大的4件事情。第一，将冗杂的产品线砍到仅剩4条。第二，引入了未来的苹果掌门人 Tim Apple， 负责精益产销运营。第三，以融合微软软件生态为条件，说服了比尔盖茨战略投资 Apple， 帮苹果度过存亡危机。最后，他来到苹果远郊的独立办公室，遇见了一位正在整理作品集准备跳槽的小设计师乔纳森·艾弗。双子星相遇，乔布斯瞬间被这个不起眼的小设计师吸引。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今天的中国，好多设计师拿着 BP 跟投资人说，还差一位程序员，项目就能上线了。而20世纪80年代的硅谷，一帮天才程序员在突然出现的巨大消费电子市场面前，才发现面对个人家庭用户，他们需要一位设计师来包装粗糙的电路板和钢铁盒子。Frog、IDEO 这些老牌工业设计公司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一批优秀的工业设计师以咨询师的身份开始了与电子科技公司的合作，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就职于 GOV 的一位设计师罗伯特·布伦纳。他在工作之余，为了方便接私活，成立了一个名叫月光的工作室。1983年，苹果的设计管理混乱，各个产品都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设计语言。乔布斯为了寻找一个统一的语言来管理全部的产品线，发起了一个大型笔稿项目。Frog 的创始人艾斯林格在笔稿中击败了多家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为苹果制定了一套德国味浓重的设计语言——白雪公主。
这个以极简功能主义为外在、情感化为内核的设计理念，助力了 Apple II 和 Macintosh 的成功，也贯穿了苹果的后续多代产品。乔布斯以每月固定支付20万美刀，按美元的购买力就相当于现在的200万美刀的价格，聘请艾斯林格搬至加州，给他对苹果设计定义的最高话语权。而每一件苹果的产品也开始打上了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的钢印。自此，乔布斯给苹果留下的宝贵遗产——设计驱动工程的文化正式确立下来。乔布斯离职后，没人再愿意把如此大的话语权和利益交给一个外部咨询公司。苹果失去了和 Frog 的纽带。新任的管理团队认为，硕大的一家上市公司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设计部门来承担乔布斯的强势定位和艾斯林格的精准执行。他们寻遍了 Porsche Design、乔治亚罗工作室和提出拟物概念的德国设计师路易吉·拉克尼。在没有选择的时候，帮苹果做外包的月光工作室发起人布伦纳阴差阳错地加入了苹果，成为了苹果内部第一个设计 leader， 也是唯一一名工业设计师。被工程师环绕的布伦纳开始绞尽脑汁的招兵买马。设计咨询的工作惯性让他想建立一个苹果内部的月光工作室，一个精小的设计梦之队。为了保持这种纯粹的设计气氛，布伦纳选择了一个远离总部的办公区域，用 Herman Miller 的家具拼出开放式办公的设计环境。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室内整合了 CAD 工作区、触控机床、油漆车间，搭建了一套创意设计到模型验证的小型产线。设计师可以快速地把草图变成涂装完备的泡沫模型，把创作这件事逐步的工业化。很快，布伦纳招募了一批各有所长的工业设计师，擅长交互与体验设计的汤姆·帕瑞斯、集成电路天才安德烈、CMF 大师丹尼尔·科斯特，以及一位他垂涎已久的英伦设计小哥乔纳森·艾弗。乔纳森出生于西冷牛排的故乡，是一个银匠的儿子。血液中的匠人基因让他从小对设计和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区别于其他的画图设计师，乔纳森打小的每一件作品都要从机械工程开始做设计，除了好看，还要结构精益，功能好用。他有着英国人特有的闷骚特质，一方面坚持严谨秩序的工程美感，一方面留着莫西干。大学时期，他放弃了艺术殿堂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选择了纽卡斯综合性工程大学这样一个理工院校。放到中国，四舍五入相当于放弃了国美、央美，而加入了闵行理工。在校期间就展现了他强大的设计执行力。在同学绘制草图的时候，乔纳森可以完成多个优秀的概念设计，并制作出10几个泡沫模型去验证纸面创意。在同学制作一个外壳模型的时间内，他可以完成从机械、电子到造型的制作，交付一件可以运作的产品。在这强大的专业技能和大胆创意的加持下，乔纳森少年成名，多次斩获全国大奖。然而毕业后，这位小有名气的设计天才却放弃了大厂的 offer， 加入了同窗创办的橘子设计工作室。在这个设计工作室，乔纳森体会到了设计服务的全部痛苦。设计服务意味着你总要和不同的团队去合作，天才的设计也总是爱不断的挑战工程和成本的极限。这是日后苹果成功的秘诀，却难以适用于其他的消费品类。在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马桶设计被客户吐槽异想天开之后，乔纳森对咨询服务彻底心灰意冷。正好四处招兵买马的布伦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乔纳森也很开心，毕竟抱住了业界最粗的一批大腿，天才设计师终于踏入了苹果殿堂。然而好景不长，布伦纳精心筹备的这样一个豪华团队并没有拯救苹果。糟糕的产品定义、粗糙的生产管理和过多的产品线，让苹果走到了濒死的边缘。而布伦纳也在一个 TAM 机的定位失败后，沮丧地离开了苹果。就在一帮天才设计师群龙无首之际，乔纳森也没想到，本来进来抱大腿的他，抱着抱着自己成了大腿。相比营销型设计师布伦纳，乔纳森除了不热衷于奖杯、名声、团队包装外，几乎是全能型的选手。他同时具备设计师最宝贵的3个能力：先进的工业品审美判断力、强大的设计执行力和深刻的工程工艺理解，以及对创作完美作品的渴望。这种渴望让他逼迫自己不断地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也去理解商业逻辑和跨部门协作，让他可以在无休止的会议中说服工程、市场部门采用他的设计方案，坚守专业底线，并有能力去沟通协调资源。这不仅是优秀的设计师的能力，更是少见的设计领导力。但缺乏顶层设计支持的这种设计领导力，还是难以改变公司的决策流程。工程、生产、市场、销售，任何一个更有话语权的部门都可以跳出来挑战设计的专业决策。直到乔布斯的归来，乔布斯发现了乔纳森的过人之处，或者说乔布斯在乔纳森的作品里看到了自己的审美癖好和偏执。立刻，乔布斯给了他艾斯林格同样的待遇，并强势地恢复了设计驱动工程的公司文化。于是苹果的黄金搭档诞生了，一个北美海盗大刀阔斧，
一个英伦绅士软磨硬泡。乔布斯决定做什么，乔纳森决定怎么做。乔布斯给乔纳森无限的授权和经费，帮他给工程团队施压。乔纳森投入了极大的耐心和精力，去和工程团队一起想办法，实现让乔布斯满意的每个细节，去还原他心中的那张完美产品图。苹果也在这样的模式下发生着剧烈的转变。过去，工程团队完成产品开发后，由设计团队去制作包电路的壳子，但现在乔纳森的工业设计部门在乔布斯的支持下，开始更多的负责产品定义，他们不再隶属于苹果硬件工程团队。为了实现设计方案，乔纳森甚至越过他的老领导硬件工程副总裁鲁宾斯坦，和工程师直接对接。整个苹果硬件部门的老前辈被这个年轻的设计师逼迫地卷了起来。不如为了去掉一根分模线而改变整个外壳的开模方案，为了机身的水银质感，在零发布前定制一款表面抛光的螺丝。大量非功能性的极致需求带来的创新压力，让工程师们无法理解，纷纷离职。苹果的硬件部门大规模的换血，在多次设计和工程对抗后，鲁宾斯坦最终选择了离职。经过这轮换血，工程主导产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苹果彻底回到了设计驱动工程的模式。除此以外，乔纳森与乔布斯进一步优化苹果的创新流程，皮克斯动画先进造型工具也被带入了苹果。诸如 Alias 这款航天与汽车行业设计师常用的 A 面工具，第一次被带入了苹果的工业设计流程。他们开始用汽车造型的曲面标准去要求电子产品的外壳设计。同样的，但凡苹果产品需要的设计，都对标到了行业内最高要求的细分领域标杆。一个更精干、更有话语权、更极致、更科学的工业设计团队，在乔纳森的主持下茁壮成长，一步步地为苹果积蓄产品力的巅峰时刻。精致的产品定位、工业化的创意流程、极致的工程方案，苹果的产品距离再次称霸消费数码市场还差最后一个关键的环节——生产制造。在全新的研发体系中，乔纳森挑战的不仅是内部的工程部门，更是直接挑战了制造厂商。1995年，索尼开始使用铝合金制作 Walkman 的机身。受到索尼的启发，乔纳森在彩色塑料后尝试在苹果产品中使用铝制新材料。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铝制供应链。加上时任运营总裁的楚资格为了实现他的精简生产计划，放弃了苹果自建厂的执念，在全球发掘最能打的制造工厂。而利用广岛协议在对日本掠夺性的高端制造业竞争胜利后，美国本土的创新资源投入已经密集在了微电子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在劳动力成本高昂并且完成产业升级的美国，少有工厂愿意积极去配合苹果的面板与外壳材料的工艺创新。乔纳森和楚资格同时望向了正在经历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勤劳拼搏的民族特质让中国工厂创新升级的意愿和效率远超美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大量的崛起。而苹果也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代表富士康。在提出新的工艺材料需求后，美国工厂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中国工厂则能在1个月内给出多套方案。在鲁宾斯坦为代表的内部工程团队否定了铝制外壳的方案后，乔纳森开始高频地前往中国，与中国的工程专家一起攻克新材料和工艺的研发。继承了乔布斯的超能力和画饼能力，乔纳森在提出了极为苛刻的需求时，也用他浓重的英伦腔告诉供应商：想象一下，我手里有一大笔钱，能让你们渡过难关，只要你能满足我的需求，你想拿多少便拿多少。2003年非典爆发，恰巧在广东出差的乔纳森被隔离在了富士康的宿舍内。在隔离的3个月内，他依然和中国的工友们一起研究阳极氧化工艺。同年6月，一台浑然天成的哑光银白铝制机身 PowerMac G5 亮相 WWDC。这款诞生在疫情中心的 Mac 旗舰实在是太漂亮，以至于一些先锋艺术家把它改造成了茶几和座椅。随着苹果大量转移配件制造组装供应链，中国的手机制造业蓬勃发展。20年间，华南、长三角、珠三角涌现出一批果链上市企业。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富士康以外，代工声控模组的歌尔股份、玻璃盖板的蓝思科技和连接器的立讯精密被 A 股股民亲切地称为果链三傻。镜头、电池、外壳、板材、线材、PCB 板、马达、天线、麦克风、扬声器等非核心零部件的加工生产及整机组装慢慢全部转移至国内，而芯片、基带、存储、传感器等高科技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分工依然牢牢地掌握在美日企业。缺乏顶层产品定义与底层芯片设计制造能力的国人，在这段时间内只能在这条产业里承担着高强度低回报的底层工作。吃苦耐劳的中国工人用智慧、汗水甚至是血泪，默默地支撑了一个伟大的科技企业的崛起。设计驱动工程的文化确立，极致的成本投入和顶层支持，全球最优秀的工程与生产资源整合，在不断积蓄设计资本的乔纳森带领的苹果设计团队开始量产这个时代最顶尖的数码产品创意。
1998年8月，著名的鼓动机 iMac G3 发布，彩色半透明的邦迪蓝塑料外壳在一片黑灰米黄的消费数码产品中折射出一团耀眼的光山。乔布斯的原话是：“这看起来好极了，以至于你有点想舔它。”次年，同样灵感来自于海洋的半透明哈壳 iBook 发布，带有标志性把手设计的 Power Mac G3 发布。自此，在乔纳森的带领下，苹果开始以2至4年为周期，像设计时尚产品一样，将代际性的设计语言应用到乔布斯为苹果规划的4条产品线内。2001年，第一代 iPod 发布，乔纳森在正面材料中试验了极具他个人代表性的白色塑料搭配不锈钢贝壳。随后，这一设计语言在2002年的 iMac G4 上确立，水晶般的聚酯碳酸包裹毛玻璃质感的半透明工程塑料，镶嵌的 LCD 屏幕被高光不锈钢连接在半球形的机身上，如向日葵一样欣然地朝向用户。在它的造型语言上，你可以看到13年后出现在 macOS 10上的毛玻璃拟态和皮克斯的小台灯。2003年，阳极氧化铝机身 Power Mac G5 发布。1年后，同样是阳极氧化铝采用铝挤压成型，周身没有一根分膜线的 iPod mini 发布。得益于全球供应链整合，苹果挖掘出了最强的模具和装配工艺。从这一代开始，乔纳森开始更多的追求无装配痕迹的 Unibody 的设计语言，玩具感从苹果的设计中消散，人文浪漫的气质也逐步的后退。极致的工艺追求让他的设计风格日渐成熟，甚至精致奢侈。5年后，一体成型的 MacBook Pro 发布，全世界惊叹于日渐消瘦的乔布斯手中那薄薄一片钢板的艺术之旅。2007年中夏，全玻璃面板、铝制后壳，以仅有一个实体按键和大屏多点触控为主要交互方式的智能手机 iPhone 1发布，从 iTunes Store 中诞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2010年，乔布斯在人生最后一场发布会上向人们介绍了一直雪藏在实验室内，奠定了 iPhone 交互方式和无边泳池概念的创意生产力工具 iPad。不知道在念出这个新品线名字的时候，他是否会想起5年前乔纳森小心翼翼地向他介绍多点触控的那个加州下午。2012年，在库克接管 Apple 后，乔纳森取代斯科特·福斯科尔接管 iOS 部门。次年，随着 WWDC 2013年 logo 的暗喻，扁平化 UI 随 iOS 7到来，带有浓重功能主义意味、更高效、更实用、更好标准化和组件化，以及更代码友好的 Flat Design 开启了对 UI 长达10年的统治，极大地提高了 iPhone 生态的设计效率。大批工科背景的 UI 设计师开始打造理性秩序审美的 APP 界面，交互体验的度量也开始走向了量化。2015年，乔纳森邀请挚友马克纽森加入 Apple， 联手操刀 Apple Watch 的设计。这位珠宝和私人飞机设计师的加入，也使得 Apple 的科技奢侈品调性更加明确。之后，你可以在苹果官网买到145元的眼镜布和6999元的爱马仕联名表带。Apple Watch 和后续的垃圾桶 Mac Pro 是乔纳森最后一代设计语言的代表作，流畅顺滑、G3连接曲面的数控成型空腔玻璃，用最小的形态承载尽可能大的结构空间，同时追求极致的圆润一体。而关于马克纽森，网上到处流传的 Apple Car 的设计概念图，就是基于他为福特设计的一款概念车的2次创作。2017年，乔纳森交出了他在 Apple 的最后一个新系列作品——地球的 Home 键 Apple Park。过去，苹果园区内唯一一条带顶棚的走廊将乔布斯和乔纳森的办公室单独连接，而未来 Apple Park 像无数个 pod 的扫轨一样，把所有的部门连接在一起。他们把 Apple Park 内的新品发布会展厅命名为 Steve Jobs Theater， 去纪念那个身穿黑色高领衫和丹宁牛仔裤，主持了20多年苹果发布会的男人。2019年6月27日，乔纳森宣布离开苹果公司。当日，苹果市值蒸发90亿美元，一代传奇谢幕。在很多设计故事的叙述里，总有极具戏剧性和灵感乍现的创意发生瞬间的渲染，这有利于故事的包装和设计造神。然而在真正的设计实践里，所谓的创意也是科学的结果。遵循包豪斯为现代工业设计留下的功能主义方法论，按照产品的功能和交互的方式去推导它的造型语言，尽可能的减少装饰的元素。你会发现产品的形态往往存在某种标准的答案，比如 iPod 的造型来自于博朗 T3 收音机， iMac 的向日葵琴脚则与博朗 L11 的音箱惊人的一致。作为迪特拉姆斯的小迷弟，乔纳森在早期的重要作品里对德国电器品牌博朗做了大量的借鉴和致敬，但乔纳森在它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感性的元素，更饱满的光顺曲面，更直接的交互表达，更浪漫的材料应用，让乔纳森主导的 Apple Design 在绝对的理性和功能主义的造型理念中，又向用户多走了一步。区别于前面说的苹果的奠基人艾斯林格特有的德国人的古板理性，
英伦的雅痞气质让乔纳森的情感化略有不同，他为苹果融入了一些奇怪的幽默感。当你打开祭祀的包装盒，你会发现一个男性生殖器的布局，你会在苹果的产品里看到无处不在的把手，让人觉得这个高科技产品是可以随时拎起来就走的摆件。你会在苹果的产品网站里看到各种各样像电影彩蛋一样的冷梗。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彩蛋，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坚持，让苹果的气质有别于一般人造物，被灌注了额外的文化。夜晚的降临是有加速度的，所以 Apple 网页内的阴影动效都有着精致的加速度曲线。被流水冲刷的石头表面应该是没有开墨线的，所以 Apple 的外壳让工业制品像流水的造物一样纯粹无缝，没有装配的痕迹。生物的皮肤是极致的光顺的，所以 Apple 产品的面和 UI 的边必须是高曲率的转角连接。乔纳森推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让产品创造出了自然美感的恐怖谷。当你面对一个无法直接感受它的生产方式的人造物时，你会感觉到一种沉静的神性，像《三体》里绝对光滑的水滴和2001太空漫游里精准比例的月球石碑。当你走进巨大一体玻璃立面的苹果展厅，拆开细密阻尼的苹果包装盒，打开新品发布的产品网页和操作系统，那种极致流畅的自然美感，那种浑然天成的整体性，会让你突然安静下来，沉浸入这些人造物营造出的仪式感。设计本身就是人改造自然的方式，而乔纳森把设计当作向自然和人的致敬方式。他并没有创造当代工业设计新手段，而是按照功能主义和情感化的要求，把机械工程、材料工艺和前端技术的执行随设计的表达的理想形态推向更高的高峰。他可能是一名伟大的设计师，更是一个伟大的制造工程与前端技术的行业推动者。用夸张的人文故事或神话意象去包装一个明显的造型手法，是取巧的设计包装工作。而造型的合理性推导、元素的一致性控制、结构与人机工程的解决方案、细节的完成度、工艺与材料的实现和兼顾生产制造的品控，才是设计师真正值得深挖的工作。很多设计师在其中一个领域做到合格已经很吃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只能沦为创作流程里面的一颗螺丝钉，一位美工。对成本、工期、技术、良品率和决策者的主观审美的限制压迫，只能无限的妥协，最终就诞生了无数平庸的作品。但在苹果的工业设计工作室内，乔纳森充分发挥了他产出狂人的特质，带领的设计团队仅用10%的时间来完成大量的设计内工作，90%的时间去协调工程与制造，加上不断整合设计流程、优化生产力工具带来的强大设计生产力，将试错的时间成本降到最低，然后无数次的试验，淬炼出每个正确的要素，极简、完美、感动人心。当我们看到 Apple 的设计师在台前表演那些精心包装且通俗易懂的演讲，他们告诉你的是他们解决了生产力后的更多思考，是包装上的彩蛋和锦上添花的幽默。他们没说的是，在设计驱动工程这个逻辑下，强大的设计生产力才是让产品感动人心的真正内核。回顾乔纳森从银匠父亲的手中接过锤子，在孩童时期制作机械钟表，到大学时期的大量纸模，再到富士康内的无数 demo 模组，代际传承的工程文化和从小就能接触到的工业审美熏陶，再加上系统的工程高等教育，大量的产业实践机会，才创造出了像机器一样持续稳定输出完美方案的设计生产力。回顾二战后，大量日耳曼和犹太裔设计技术精英聚集加州，从第一块微型机芯片在英特尔交付，第一台家用电脑在硅谷诞生，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智能手机在苹果发布，是国家意志从日本夺出的高端产业集群，是低端产业链输出到全球分工，是顶层设计科研人才的吸引策略和底层技术壁垒的不断深耕，创造了一个独吃全球50%行业利润的顶尖品牌。过去面对粗犷巨大的中低端内需市场，我们只要造出产品就可以生存。而今后，当我们的品牌需要冲击高端，走向世界，当我们想创造一个属于中国的苹果，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艾斯林格和更多的乔纳森，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工程和设计、营销与产品、底层技术与整合分工的决策逻辑。改革开放44年过去，一代人的辛苦努力正在让事情发生变化。类似1976年的日本，一系列的中国本土民族芯片企业也开始分工协作，不计成本的投入突破产业封锁。国内的工业设计专业越来越得到重视，国际顶级设计学府内一大半都是东方面孔，民族企业家的审美和设计意识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多关注用户体验的中国科技品牌正在飞快的崛起。中国的数码科技产品也在销往世界各地。为了下一代的年轻华人可以不用再依靠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谋生，拿起图纸和画笔，用智慧代替血泪，走到产业的上游，去定义下一个服务全球用户的产品，中国设计也将不惜自强。
乔纳森离职后，做起了曾经令他痛苦万分的设计服务工作室。他把工作室的名字命名为 Love From， 这起源于乔布斯在一次员工会议上的谈话。他说，造物的基本动机之一是，当你用爱和关怀做某个产品时，即使你可能永远不会和你的用户见面，你永远不会和他们握手，但是你是在表达对人类和物种的感激之情。乔布斯还一直在 Apple 内部去标榜他们的海盗精神。海盗的热爱是什么？或许不是商人追逐的财富，也不是强盗和政客谋求的权利。海盗的热爱就是他们航经的海洋，是寻觅旅途中的勇气、冒险，大胆地坚持反叛教条和不惧败亡。在每个消费者都被贴上标签，每个用户都有精准触达和转化策略的今天，你在苹果的官网上却还是只能看见它的产品，没有代言，没有明星，也没有清晰定位的用户形象。在流量广告高度发达的数字营销时代，苹果仍然坚持它的叛逆，只关注产品的精致打磨和产品本身的表达，因为产品就是他们的海洋。